事情发生在辽宁省营口地区辽河沿岸，那里有一片芦苇塘。渔民老赵是这湖上的渔民，常年在湖上钓鱼为生。那是1934年8月的一天，老赵和往常一样，驾着自家的小木船在芦苇荡里撒网捕鱼。可是那一天与往常不太一样，老赵这大半天撒了10几网，竟然一条鱼也没有捞到，这让老赵非常的费解。这芦苇荡没有人会他更熟悉的，平日里3网2网的下去，那鱼篓里就该装满了。可是今天这鱼就好像是都躲着老赵一样，硬是一条也没捞上来。老赵不免有些失望，哀叹了几声，准备收网回家了。可是就在老赵准备掉头回家的时候，突然在渔船的一侧看到有一个巨大的黑影掠过。这突如其来的阵势把老赵吓得一激灵，虽然看得不是很清晰，可是那黑影真的不是一般的大。就见那黑影极快的速度从老赵的船底游了过去，一头钻进了那芦苇丛里。老赵赶紧往前探身子，想看清楚那到底是啥。那东西在水下游动的速度很快，还没等老赵看清楚那是啥，那黑影已经游进了芦苇荡中。老赵这一辈子都守着这芦苇荡，要说这湖里有啥，他是太清楚了。可是刚才见到的太超出了老赵的认知，这时他脑子里像炸开了锅，望着那芦苇荡发愣。看那东西的形状不像是鱼，更像是大蟒蛇。可是这芦苇荡里连水蛇都少见，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蟒蛇呢？老赵傻呆呆地愣了半天，好不容易缓过神来，越想越后怕，赶紧用力地划着小船上岸。正在老赵使劲地往岸边划时，突然水下一股巨大的力量把老赵的小木船先离了水面。突然的冲击把老赵吓坏了，老赵猛地失去了平衡，还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，就一头栽进了湖水里。老赵跟水打了一辈子交道，马上憋住气稳住了身体。水下的视线并不好，老赵担心那东西再次攻击，打着十分的小心。正在老赵仔细地观察着周围的情况时，突然一股巨大的水流涌过，一个黑影快速地擦着他的后背游了过去。老赵吓得赶紧回头去看，可是那东西速度很快，转眼间又消失在了昏暗的水底。还没等老赵把心放下，那东西又一次快速地从老赵身前掠过。这一次虽然没有看清楚全貌，但是老赵看见那东西全身都覆盖着鳞片，身下好像还长着爪子，拖着一条像鱼一样的尾巴。老赵害怕极了，一口气也憋到了极限，不敢耽搁，赶紧向着水面游去。饶是老赵这老渔民在水下接连的惊吓中，还是呛了好几口水，好不容易从水中浮了上来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。老赵怕水下的东西再过来，拼命地往岸边游着。等身体终于趴在岸边了，这时他的心才算放了下来。老赵手忙脚乱地爬上了岸，踉踉跄跄地往家里跑去。老赵家就住在辽河北岸东小街上，离着那芦苇荡并不远。当晚回到家后，老赵就开始发起高烧来，烧得满嘴的糊话。老赵的媳妇看着老赵一副惊魂未定的模样，从外面跌跌撞撞地跑回来，一头就栽倒在炕上，再也起不来了，然后就发起高烧，可把他急坏了。老赵已经没有了意识，脸色苍白，身体滚烫滚烫的。老赵家人围着炕边急得团团转，都搞不清楚这人早上出门时还好好的，咋说病就这么突然的倒下了呢？因为老赵一直昏迷不醒，还高烧不退的，可把家里人吓坏了，顾不上外面的大雨，急忙找了人帮忙，把老赵送到县医院。当天晚上下的那场大雨，那叫一个大啊，就好像天上漏了一个大窟窿一样，瓢泼一般的往下泼。同天晚上，离辽河北岸不远的另一个村子的村民大刘，因为大雨也不能出去串门聊天了，就准备早早的上床休息。他媳妇正在铺床，大刘一边看着外面的大雨，边叨念着去拉上窗帘。正当走到窗前，准备把窗帘拉上时，不经意地往外面瞅了一眼。这一瞅，可把大刘吓得够呛。据大刘回忆，他当时看见在村西边靠近芦苇荡的方向，有一个龙形的东西正蹭蹭地往天上飞。等他刚窜到天空中时，突然一声炸雷夹着闪电劈中了他，接着就见他在暴雨中左突右闪地躲避着。可是那闪电和炸雷就像有眼睛一样，一直紧追着他。
看到这里，被深深的震撼到的大刘，赶紧叫他媳妇一起过去看看。大刘他媳妇以为大刘是在闹着玩，就没好气的走了过来。可是当大刘再次看向窗外时，窗外除了大雨和闪电，啥也没有。大刘满心的纳闷，就一转眼的功夫，刚才还在天上四处乱窜躲避闪电的那条龙怎么就没了呢？大刘媳妇没有再管他，数落着大刘就先上床睡觉了。大刘呆呆地站在窗前看着天空，他也有些弄不明字了，刚才是真的还是自己看错了？连续的大雨整整持续了数日未停，好不容易天空放了亮，大雨渐渐的停了。连续数日的暴雨，雨一停下来，就有不少村民聚在了一起，纷纷说着自己那天晚上看见龙了。村里的二柱子说，那条龙好像非得要飞上天空，可是只要一飞上去，就会被闪电和炸雷给劈中。那条龙不停地躲避着，可是一有机会它就再往上飞，就这样反反复复有7、8次，最后还是让雷给劈了下来。这时也有村民猜测是条大蛇，要修仙渡劫，结果变化成龙飞上天时遭了天谴。但是大多数人都不赞成这个观点，因为那晚不少人看得清清的，那就是一条龙，甚至连长得什么样的头、什么样的爪子都能描绘出来。而关于这次的坠龙事件，还有另外一个近距离的目击者，他就是田庄村的王秦老汉。王老汉回忆说，那些天接连的下了几天的大雨，庄稼地里都被灌满了，就想趁着雨停了，赶紧去地里放水，兴许还能保住些收成。王老汉家的田地要经过一片芦苇荡，王老汉正走到芦苇荡边时，就听见芦苇荡里有哞哞的声音，好像是牛在叫唤。王老汉是个热心肠，琢磨着别是谁家的牛走丢了，闯进这芦苇荡被困在里面了，就扒拉开芦苇想进去看一看。可是循着叫声走到近前一看，可把王老汉吓坏了，就见眼前的一个泥坑里倒着一个奇怪的动物。王老汉活了大半辈子了，可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动物。老王汉稳住了心神，举着锄头靠了上去，他想看清楚眼前的这到底是个啥动物。离得近了，看清楚后，王老汉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。就见那动物头顶有角，体型像蛇，身体上布满了鳞片，身下生有4个爪子，那爪子有些像鸡爪，脊背上还有像马一样的鬃毛，尾巴有点像鱼，身上布满了伤口，引来了很多的苍蝇蚊虫，散发着一股股的恶臭，瘫在泥坑里奄奄一息。王老汉的心里是惊涛骇浪的，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龙？王老汉看着眼前奄奄一息的龙，心里一阵的为难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此时正值8月，正是炎热的时候，这龙在烈日下暴晒，又受了这么重的伤，如果不想办法，肯定就活不成了。王老汉赶紧回村里叫人来帮忙。大家一听有龙困在了芦苇荡，都来了精神，纷纷赶去施救，提桶的提桶，打水的打水，还有折着大树枝过来遮阳的。当时老百姓认为龙是吉祥之物，人们都非常的积极，即便是平时懒惰的人也都纷纷跑去挑水。据老辈人讲，大家有的人用苇席和树枝给那条龙搭凉棚，有的挑水往龙身上浇，为了避免它的身体发干。可是这些好像并没有起什么作用，那条龙还是一动不动地瘫在那里。有人说那条龙是犯了天条，遭了天谴，就不活了。很多老百姓每天都跪在地上祈求上天饶过神龙，还有僧侣为其做法超度。老百姓都认为这些日子接连的暴雨就是这坠龙引出的结束。可是这神龙已经伤痕累累了，便纷纷祈求上天绕过这条神龙。奇怪的是，难得放晴的天很快又阴沉了下来，瞬间乌云密布，雷声隆隆，眼看着一场大雨又要来了。见大雨将至，施救的村民都停了手，他们搞不明白天意是什么，也怕炸雷再次劈下，跟着一起遭殃。大家纷纷散开了。大雨这时也是说来就来了，这芦苇荡里只留下了那条巨龙瘫卧在泥水中。那一年的雨水特别的多，而这次的大雨一下就又是2天。而这次的雨势虽然很凶，但是却不像之前那样电闪雷鸣的了。2天之后，雨终于停了。老百姓还是惦记着那条坠龙，
在雨停之后，都纷纷跑到了芦苇荡，想看看他怎么样了。可是那条龙已经不见了，地上有一道深深的痕迹，正是之前他瘫卧时留下的。而村民之前为他这样用的树枝和芦席都散落在一边。村民武三在泥坑里还捡到了一块很大的碎片，看起来应该是一块鳞片。那鳞片晶莹剔透的，阳光一照还有五彩的光斑。这块鳞片武三经常拿出来吹牛，作为自己见过龙的证明。遗憾的是，后来搬家时遗失了。再后来，就有了国内外各大媒体竞相报道的营口坠龙事件。这条新闻在当时轰动了全世界，很多人都慕名去看了那副龙骨。但是在很多年后，有生物学家重新定义了这起事件，认为当时展出的只是鲸鱼搁浅的遗骨，而至于为什么会有龙角，那是因为当时拼错了。然而在营口辽河一带的老辈人心中，这坠龙事件是真真切切发生过的。1994年12月1日凌晨，贵阳机场因天气原因起落的航班很少。
事情发生在2010年湖南省衡阳市朱辉区的一家专科医院里。我大学毕业以后分到了这家医院，做了1年的实习医生，这会刚刚转正。那时候我还年轻，事业也正顺利，觉得自己有着大好的前途。而我工作的这家医院是一家精神疾病医院，医务人员并不多，但是待遇非常不错。那时候我跟着老主任实习了1年，他也比较欣赏我，刚出实习期就给了我1个病人，这是我头一次自己独自负责病患，心里有些没底，但是也有些小兴奋。这个病人我诊断为妄想症，不过经过我1个多月的治疗，病情并未有明显的好转，这让我有些沮丧。病人姓刘，他总是幻想着自己的体内钻进去了一个不明生物。我当时听到他的幻想都觉得有些好笑，这完全是科幻大片看多了的节奏。不过这个病人的情况比较严重，已经完全把自己的幻想当真了，而且还有越来越厉害的趋势了。我那一段时间几乎想尽了各种办法和他沟通，想让他解开心结，但是效果甚微。后来他发展到想要自残自己的身体，所以没有办法，只能对他做了强制措施。这不禁让我想起了
着我。事情发生在2014年，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地区的定日县绒布寺附近，我们几个被自然挫败的人互相搀扶着，在本地向导的带领下，狼狈地下了山。与之前信心高涨的上山不同，下山的路显得无比的崎岖漫长。当到达驻扎点的时候，我们3个人几乎同时瘫倒在了地上。本地的藏族向导拉旺安慰了我们几句，便去帮我们通知山下的救援队。回想起这次的登山，我到现在还是心有余悸。我们一行是4个人，都是商会的会员，各自有自己的生意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成功人士。平时业余时间，我们都喜欢户外运动，哪里人烟稀少，环境恶劣，我们就会去哪里。而珠峰则是我们共同的向往，可我们却没想到，这次征服世界巅峰的活动却会以这样的方式收场。2天以前，我们为了不受制约，绕过了绒布寺的珠峰大本营，自己选择了登山路线，开始向心中的圣地珠峰进发。那时的我们信心百倍，自觉的能在商场上百战百胜的我们可以征服一切。而那时走在队伍最前面的，是我们之中生意做得最大，也最富冒险精神的队长林华。也不得不说，一路上在他的带领下，我们高歌猛进，跨越了很多艰险之地，十分的顺利。但可能是我们的好运气都用完了，神圣的雪山终于向我们这些无知的人展示了它的威严。林华在攀登一个冰层峭壁的时候，登山镐由于冰层碎裂而脱落了，身体上毫无支撑点的林华一下子失足掉下了山涧。那2座雪山之间形成的夹缝足有上百米的高度，地下漆黑无比。而我们当时在距离林华大概20米左右的后面，想要去救他已经不可能了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消失在山涧的黑暗里。我们几个都呆立在了当场。在计划珠峰之行的时候，我们都信誓旦旦地说做好了死亡的准备。可当死亡就这样突然地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，我们都没有了面对的勇气。我们没有能力，也没有勇气去陡峭的山涧底下搜救林华，只好灰溜溜地退回到了昨天在山腰处的临时驻扎点找留守的向导。经过林华的意外后，再一次仰望面前高耸的雪山，已经不再像以前的那么神圣向往了，而是充满了神秘与庄严，还有恐惧。我们把这次事故报告给了当地的搜救队，便在山下的驻扎点等了整整2天。可没想到，等到的结果却是，搜救队由于天气和地理原因，一直未找到林华的尸体。说实话，我们也知道，每年因为私自登山，在雪山上遇难失踪的人很多，真正能找回来的又有几个。但是要让我们真的这样放弃，把他留在这里，我们真的办不到。而这时，藏族老向导拉旺突然跟我们说，他有个办法，但是这个办法是一种藏地的秘术。其实面对雪山毫无头绪的我们，并没有选择的余地，便答应相信老人，让他帮我们寻找。而拉旺老人却没有找什么帮手，只是背了满满一筐牛粪，手里捧了一个黑陶的坛子，便孤身一人上了山。接下来又是2天漫长的等待。在这2天里，我们分析了所有老人能找到林华尸体的可能性，得到的结论都不容乐观。先不说老人在没有先进登山设备的情况下，能否下到深深的峡谷里找到林华，就说他拿的那些东西应该也不会对带出尸体有什么具体的帮助。但是我们同时也都知道，在神秘的藏地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。就像一个曾多次进入藏地的老探险家说的那样，人类对神秘藏的无人区的了解，还不如对月球表面了解得多。而正在这时候，我们突然听到了外面的雪地里传来了一阵咯吱咯吱的脚步声。我们趴在窗户上向外望去，那竟然是拉旺老人回来了，身后竟然还跟着一个人。看那人的装备，竟然是掉下了万丈深渊的林华。难道他还没死？我们看到林华是跟在拉旺身后走出来的，觉得他并没有死，都兴奋地往屋外跑去。可我知道，这又怎么可能？掉下了那么高的山崖，而且已经在山上没有补给的情况下自己待了5天。虽然有些不敢相信，但是事实摆在面前，我们还是兴奋地迎了出去。可当我们靠近看到林华的时候，
所有人的心又一下子沉了下来。那怎么可能是个活人的样子？他的脸上都是青紫的死人颜色，冻裂和摔裂的伤口布满了全身，完全没有一丝生气。可不管我们怎么吃惊地问拉旺大叔，他始终没跟我们说一句话。他这样的神秘态度，让我们都老实地闭上了嘴。只见他从屋里拿出了一张藏毯，平整地铺在了地上，然后在林华的脸上画了几个看不懂的手印，便把他的身体向后推去。而这时，林华的身体直挺挺地向后倒去，直接躺在了那张藏毯上。拉旺脱掉了林华身上的所有衣服，又找来一张藏毯盖在了他的身上。我知道这是藏族人对尸体最后的尊重。然后他从随身携带的小黑坛里拿出了一块驼牛肉。后来我们听他说，那块驼牛肉是经过特殊草药泡过的。拉旺把驼牛肉举过头顶，围着林华的尸体转了3圈，嘴里一直念叨着某种咒语，然后蹲下身来，把那块驼牛肉靠近了林华尸体的口鼻。刚开始，我们还理解不了老人到底要干什么，可大概1分钟以后，我们便看到林华的喉咙处诡异地鼓起了一个大包，那肉包不断地扭曲蠕动变长，越来越靠近林华的嘴巴，似乎有什么东西要从那里爬出来。紧接着，我们看到死去的林华嘴巴诡异地张开了，2条触角一样的东西从嘴里伸了出来。我们都被眼前这恐怖神秘的一幕惊得说不出话来。慢慢的，一条红色的大虫子从林华尸体的嘴里爬了出来，那是一条我们都没见过的虫子。虫子随着拉旺把驼牛肉放进了黑坛子里，也爬了进去。拉旺又死死地封住了坛口。直到今天，我还是难以用我掌握的知识来解释当时所发生的事。也许那是我们所不了解我的一个领域。事情结束了，林华的尸体被我们运回了老家。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还在梦想着这片高原雪山圣地，但我们却永远不会再轻视这片土地和神山了。它有太多的神秘，不是渺小的我们可以窥视的。我叫李安华，家在山东省莱西市。这件事发生在2018年春节前夕。我在本地的一家印刷厂上班，因为厂里的效益不好，所以提前就放假了。那天我正窝在屋里玩游戏，就听见我妈在厨房叫我，说是南市场大集让我去给她买盖帘。说起盖帘，很多人都不知道是什么，就是用高粱杆编成的一个圆形厨具。包饺子的时候一般都会用，但是却只在集上才有卖的。农村人过年都图个吉利，换个新的寓意，个好彩头。我那会正在兴头上，根本不想去，可是我妈一再的催促我，因为怕再晚了大集就散了。可不想，我爸一大早就去了姑姑家里，说是帮忙收拾院子去了，一时半会的还回不来。在我妈一再的催促下，没办法，我只能不情不愿地穿上了外套出门往集上走。我们这个村子叫黄花关，距离集市很近，也就10几分钟的路。放假后，我一直憋在家里，也没有出门。走在路上还真不少人，估计是过年大家都在忙年了。农村里不比城市，过年的讲究和规矩也多，所以一个年也够一家子人忙活的了。一路走过来，看着大家忙碌的身影，这还没到年根呢，就开始有年味了。这就是农村特有的味道。不想刚走到集市迎面，我就看到了一些让人不舒服的画面。在集市边上都是一些闲散的小商贩，里面有一个穿着皮袄的老头，卖的东西和别人不一样。在他的车后座上立着一根木棍，绑着几只剥了皮的黄鼠狼。在他的自行车前梁上还有几个皮筒子。其实在我们这常能看到黄皮子，当我记事时这集市上就有卖的。据说这黄皮子的肉味道还不错，可是这肉也不是谁都敢吃的。但是我对黄皮子有一种非常的畏惧感，可能和我小时候听的一些关于黄皮子的故事有关，所以看到那血淋淋被剥了皮的黄皮子，就觉得非常的不舒服。我畏惧，不代表所有人都畏惧。在一些人的眼中，这黄皮子可是不错的东西，既能卖皮又可以吃肉，不过就是个普通的活物。穿皮袄的老头看着我，盯着那些黄皮子看了半天，以为我要买，一呲大黄牙就跟我打起了招呼。我没有理会他，转身就准备走。
对于这种抓活物剥皮卖肉的人，我从心里的反感。他们眼睛里除了金钱，还能看到什么？我刚迈出一步，眼角的余光不经意地紧了一眼那老头的脚下。那个黄皮子个头不算大，也就有半尺多长，一双小眼睛咕噜噜地乱转，透着一股子的狡猾劲，看着就让人觉得不舒服。但是那天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看着那黄皮子的眼睛就是挪不开了。我看着那两只黑漆漆的小眼睛，就觉得有特别吸引人，光彩在流动，然后就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黑洞，把我整个人都吸了进去。那种浑噩的感觉持续了有1分多钟。那老头很精明，看着我的目光放在了笼子里的那只黄皮子身上，马上展着笑脸再次上前跟我搭起话来。他看到我此时直勾勾地看着那笼子里的黄皮子，认准了我是看上了，要买，伸出了5个手指头在我面前一晃，说我要是想要给50就行。我当时也没还价，快速地从兜里掏出50块钱就给了那老头，然后提着笼子就走。说实话，我当时也不清楚自己是怎么了，为什么要买下那个黄皮子？即使不远处就是条河，我当时沿着河边往西走，其实我那时还有些浑噩的，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走。那条河是景观河，河堤还没有修好，堤岸上长满了荒草。我顺着台阶往下走，脑子里有个意识，就是要去河对面的一片荒草包子。因为天气冷，小河的河面上冻得很结实，其实下面也就浅浅的水，不少行人途径都会走，根本不担心会断裂。我往前走了一段，来到了那片荒草甸子，这里夏天会有很多的水鸟聚集，因为水浅草多，也会有黄皮子、刺猬、河蛇出没。我慢慢地蹲下身子，把笼子放在了冰面上，打开了笼子的门，就见那黄皮子嗖的一下窜了出来，一溜烟地钻进了草甸子里去，转眼间就没了踪迹。我这时也清醒些了，把笼子一扔，转身就回了家，因为忘记了买盖帘。回家让我妈好一顿说，这是我越想越后怕，也就没敢跟她说。本以为这事就完了，不想怪事发生在3天以后。那天和我一块玩到大的2个发小也放假回了村里，我们约在了村边的一处破房子见面。小时候我们经常在那里玩，因为我起来的晚了，等我到的时候，房淑萍和李菁早就到了。为了等我2个人在外面冻了半天，见到我就让我请客喝酒暖暖身子。房淑萍和我关系最好，没少一起打架闯祸的。我们约在这里见面，就是为了找找儿时的回忆。我们3个人半年多没见了，正聊得起劲呢，突然我听到身后隐约的有人在叫我的名字，我想可能有熟人，忙着回头看去，可发现身后除了荒草哪有什么人呢？我想可能是我听错了吧，可没一会我又听到有人叫我，等我回头一看还是没人。见我接二连三的回头看，房淑萍就问我在看啥呢？我说身后有人在叫我的名字，可他却说哪有什么人，而且他们俩也都没听见谁叫我。虽然他俩都说没听见，可我明明听得很真切，那声音就在身后的草甸子里。我借口撒尿，转身往草甸子里走，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，难道是谁躲在草里跟我闹着玩？我对了他们一顿，就奔着草甸子走了过去。走到荒草甸子前，我又听到有人在轻声地叫着我，而且离我很近，但是那声音发声不是很标准，还有些模糊。我循着声音走进了草甸子里，可是走着走着，那个声音却不见了。我在草甸子里找了一圈，也没发现谁藏在这儿，没有半个人影。我就有些想不明白，刚刚明明听得真真切切，可怎么会没有人呢？就在我纳闷的时候，突然感觉身后的荒草一阵的晃动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荒草里走。我赶紧转身去看，就见一个黄乎乎的东西蹭的一下从我脚边窜过，钻进了荒草中。我一下想明白了，这不就是3天前我放走的那只黄皮子吗？还没等我细想，就听到身后传来轰的一声巨响。我赶紧转头看去，顿时吓得我魂不附体。之前我和房淑萍他们避风的那处破房子倒塌了，我回过身子没有看到房淑萍他俩的身影，心想坏了，2个人可能是避风躲到了房子里面去了。我不敢再往下想了，拔腿就往破房子那里跑。那片老房子已经荒废了很久了，却不想竟然在这个时候塌了。
我跑到了那些倒塌的瓦砾前，大声地呼喊着他们的名字，心里不停地祈祷着，千万不要有事。值得庆幸的是，他们2个人都躲在屋子的一角，避风坍塌下来的屋顶并没有完全压在他们的身上，只是被坠落的瓦砾砸破了头。我忙着把他们搀扶了出来，并打了急救电话。回头想想，如果当时没有人叫我的名字，我应该也在那破房子里，绝对也免不了这次的血光之灾。而那个叫我的人到底是谁，我一直不知道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每次想起这件事，都会和我救下的那只黄皮子联系在一起。老人说黄皮子能口吐人言，至于他为什么救我，我想应该是报恩吧。这个故事还是关于赤脚医生罗大夫的。那一年，他到吉林漫江镇收药材。吉林省长自山地区盛产各类珍稀的中草药，罗大夫每年都会去采购一次。单说这一年，罗大夫到相熟的卖家手里接了批货，因为时间还早，就想在这街上逛一逛。因为每次来都是来去匆匆，从没有好好的领略一下这里的风土人情。这次时间充裕，老罗也就想到处转一下。罗大夫漫无目的的闲逛着，正拐到一条小街上时，远远的就看到一个老妇人从一家药铺里被推搡了出来。这一幕引起了罗大夫的注意，于是他便停下了脚步，想看看是怎么回事。就见那老妇人双手合十，不断的苦苦哀求着，言语之间的意思就是他家老头子病重，不便出行，想求药铺里的大夫上门给瞧病。但是因为老妇人家住得比较远，药铺的大夫不愿意上门，于是不顾老妇人的哀求，把她推搡出了门。最后那老板实在不耐烦了，甩下一句话，砰的一声就把门给关上了，留下那老妇人呆愣地看着紧闭的药铺大门。过了一会，她反应了过来，眼见求医无门，眼泪顿时就落了下来。她用衣襟一边擦着眼泪，一边转身要离去。罗大夫是个热心肠，最看不得这样的事，就忙着迎上前去询问老妇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不问还好，一问老太太的眼里又蓄满了泪水。她抬头看了看眼前这个面生的人，叹了口气，说起了自己的伤心事。原来这个老妇人无儿无女，家里就她和老伴相依为命。如今老伴病重无法行走了，她出来求医，可没成想药铺一是嫌弃她付不起诊金，二是嫌路途太远，好几家药铺都回绝了她。罗大夫最瞧不上这种没有医德、见人下菜碟的大夫，他自己都是走街串巷的给人看病，从不嫌弃路途远，有时就是病人没钱，他也会救治的。听了老太太遭遇，罗大夫决定去给他老伴上门瞧病。罗大夫表明了身份，说愿意上门给他老伴看病，顿时把老太太惊喜坏了。一上午到处碰壁，没想到还是遇到了好心人。老太太惊喜地忙着伸手一指自己家的位置。罗大夫转头顺着那老妇人手指的方向看去，就见远处有一座郁郁葱葱的大山，看着距离着实不近，心里也就明白了为什么药铺的大夫都不愿意出诊。这点困难罗大夫完全不放在眼里，他上前搀扶着那老妇人就准备上路。老太太满心欢喜地给罗大夫引着路，出了镇店都是山路，这里交通不便利，也没办法搭车，只能靠步行。两个人这一走，一直到太阳都下山了，才走到山脚下。所谓望山跑死马，真的一点不假。罗大夫身健体壮，这点路程对他来说还不算什么，可是却累坏了那老妇人。一天2趟山路，对他来说真的是太不容易了。罗大夫让老妇人坐在路边的石头上，喝点水歇歇脚，缓口气。老妇人缓了一会，对罗大夫又是千恩万谢的。罗大夫看了看后面的路，都是上山的路了，而且天又黑了下来，他担心老太太的身体吃不消。天一擦黑，山上的小路都隐蔽在树林的遮挡下，没有光线，山路更是难走了。老太太颤颤巍巍地爬到了罗大夫的背上，音声有些哽咽了起来。她一辈子无儿无女的，从来没有体会到这种被人照顾的感觉。其实老罗的父母也早早地离开了人世，此时他背着老太太，心中不免想起了自己的老母亲，这也许就是他愿意帮助老妇人的原因之一。一路上，老妇人不停地问罗大夫累不累，累了就把他放下。老罗虽然额头脸颊都是汗水，可他还是笑着安慰老妇人。就这样，
罗大夫背着老妇人，在这漆黑难行的山路上又走了半个多小时，终于在一处树林的空地上，有一户人家。老妇人说这就是她的家。到了家门口，老妇人显得很高兴，忙着让罗大夫把她放下来。老妇人蹒跚地走到了房门前，大声地对着屋里喊，然后推开房门，忙着客气地把罗大夫往屋子里面请。罗大夫迈步进了屋子，四下一看，心里就是一紧，这老妇人家里真的是家徒四壁，屋子里连个像样的家具都没有，只有一些日常所用的物件。屋子里有一种久未通风的霉味。罗大夫在屋里扫了一圈，把目光落在了屋里的火炕上。昏暗的光线下，就看到一个古稀老人躺在炕上。老妇人哀叹了一声，跟罗大夫介绍起了他老伴的病情。原来他老伴身体一直不好，最近几天更是日急复发，茶饭不能，甚至口不能语。老妇人心急的多次下山求医，可都被拒了。听完老妇人的讲述，罗大夫走到了炕边，仔细地端详起了病榻上的老人。只见那老人眼窝和脸颊深陷，面色蜡黄，气若游丝。罗大夫眉头接着就是一皱。老妇人一看罗大夫皱起了眉头，以为是老伴已经没救了，带着哭腔地问罗大夫。罗大夫忙着安慰老妇人说没事，来得及时，还有救。又问老妇人要样东西。老太太听了，心中有些疑惑，可是又不敢多问，赶紧转身去寻找。没一会儿，老太太就捧着根羽毛回来了，递到了罗大夫的跟前。罗大夫接过羽毛，又吩咐老妇人把他老伴的嘴巴掰开。老太太虽然诧异，但是还是照做了。就见罗大夫把羽毛缓缓地探入老人的喉咙里，轻轻地拨动着。接着就见老人突然睁开了双眼，张大了嘴巴，腾的一下在炕上撑起了身体，咳的一声，一口黑色的浓痰吐到了地上。老太太担心老伴的身体，忙着上前查看。一边的罗大夫跟老太太解释了一下老爷子的病情，果然如罗大夫所言，吐出了一口浓痰，老爷子的气色好转了很多，也能开口说话了。没一会儿，老爷子就恢复了力气，由老太太搀扶着他坐起来，抱拳跟罗大夫施礼道谢。那言谈举止并不像普通的山野村夫，倒有几分江湖人的气势。罗大夫行走江湖，见多识广，虽然看出些什么，但并没有表现出过多情绪，只是抱拳还礼。攀谈起来，两个人很是投机。闲话之间，罗大夫又给老爷子搭了脉，两人越聊越有话题。时间一晃就到了夜里11点多了。老爷子姓于，膝下无子，老两口居于山林，于老爷子以赶山守灵为业。不想年纪大了，加上旧疾复发，没法再做营生，为了治病，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几乎都卖了，弄成现在这家徒四壁的样子。罗大夫感叹于老爷子也是性情中人，就直言刚才搭脉，于老爷子的病根属阴毒进体，就问他早年间是不是扒土的。扒土的是江湖上对盗墓的一种称呼，于老爷子也不隐瞒，当下就承认了。他也知道自己的病情，就是儿一天算一天了。于老爷子感谢罗大夫的救治勤奋，感叹如今的世道，像罗大夫这样守着一颗纯净的心，高尚的医德救人的医生不多了。他要送罗大夫翁财富。说罢，于老爷子抬起手往窗外一指，罗大夫不明所以，只能顺着于老爷子所指的方向把头扭向窗户。就见窗外树影婆娑，漆黑一片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。正当罗大夫疑惑之际，就见那老妇人手捧着东西向一棵古树走了过去，好像放下了什么东西，然后又转身走了回来。罗大夫实在摸不清这对老夫妻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突然间，林子里走出异物，立马吸引住了罗大夫的目光。就见月光下，密林之中走出一个小人，正蹒跚着往老妇人放下东西的大石头处挪动。走得近了些，罗大夫才看清，那是一个2、3岁的孩童，周身肉乎乎的，异常圆润，头顶扎着一个冲天小辫，绑着一条红绳，在月夜里格外的显眼。罗大夫心中一惊，想不到这深山中竟能遇到宝物。罗大夫猜到了那是什么，却还是望向于老爷子，想知道他的意图。于老爷子说，他让老伴引诱那人参娃娃已经3年了，原想自己身体好了去起了他，不想病情日益趋重，今天遇到罗大夫也是机缘，
就把这送给罗大夫当作报答了。随着又换来老妇人把他事先准备的应用之物递到了老罗的跟前。罗大夫从老妇人手里接过装有工具的包裹，于老爷子还不忘细心叮嘱他一番。最后，于老爷子神色凝重地对罗大夫说：“那参娃娃栖身之处肯定不止一株老参，但是罗大夫只取一株就够了，不能生贪念，要留人于地。”罗大夫常年与药材打交道，对于放山采参的规矩也懂，于是一一应下，把工具包裹背在了身上。罗大夫告别了这对老夫妻，转身出了门。罗大夫出门后看了一下地形，瞅准了一个隐蔽之处，藏好了身形，静待那人参娃娃的动静。没多会功夫，那人参娃娃就把大石头上的东西吃了个干净，抓起拨浪鼓，摇晃着就往密林里面走去。老罗不敢怠慢，蹑足潜踪地尾随在他后面，一行一人在密林中左绕右转地走了10来分钟。那参娃娃终于站在密林深处不动了。老罗心想，这里8成就是他的栖身之地了。果不其然，那参娃娃站在原地不动，竟然一点点地隐没到了土里。一直等到那参娃娃完全隐没到了土里，罗大夫见时机成熟，快步从大树后走了出来。等来到那参娃娃隐身之处，罗大夫不由得喜出望外，眼前的一束人参都是5品叶以上的，甚至有几株7品叶的。就连罗大夫这种见多识广的人，也是难掩心中的喜悦之情。罗大夫找了一块大石头，打开了于老爷子给他准备的工具，在其中拿起了一卷红绳。罗大夫用红绳把那几株人参圈了起来，这是采参人多用的一种手段，说是怕人参跑了，其实就是一种标记。因为天黑，视野受限，贪黑挖参恐怕会伤了根须。罗大夫圈好了人参，找了一棵大树，盘腿静坐，等待天亮了好起身。第二天一早，天已大亮，罗大夫取出3支香，插在了一块大石头前面，这也是采参人的规矩，是感谢山神爷赐宝。虽然罗大夫不是吃采参这碗饭的，但还是按照采参人的规矩上了香磕了头。于老爷子准备的工具很是应手，一番忙活，一全须人参就起了出来。罗大夫对人参再熟悉不过了，在手里掂量了一下，心里就有了打算。罗大夫用苔藓树皮把人参包好，背在了背上，往回又到了于老爷子家里，看着罗大夫切了个成色不错的参，老两口也是喜出望外。因为老罗还有事回去料理，没多耽搁就辞别了于老爷子两口。临走前，罗大夫开了个方子，说是坚持服用能解除于老爷子体内的阴毒，所需的药材在山上都可以采到。于老爷子夫妇又是千恩万谢，送出了老远。罗大夫带着人参下了山，找了买家卖了个不错的价钱。这钱罗大夫可没独吞，他买了很多柴米油盐和滋补的药材，请人送到了山上的于老爷子家里。罗大夫行善的宝的故事到这就结束了，而这只是咱们这位赤脚医生传奇人生的一个小插曲。事情发生在2007年，四川省南充市阆中市阆中古城游览区的一间蛇酒店，店主楚建中在这里开店已经快5年了。由于游客众多，他卖的东西又稀奇，买卖一直不错，着实赚了些钱。这种酒也算是楚家祖辈传下来的手艺，对于风湿关节病有奇效，而且有滋阴壮阳的功效。十里八乡的人也都喜欢喝。酒里泡的蛇都是楚建军自己上这附近山上抓的，还真的算是货真价实，周围人都很信服，让他的小店老主顾不少。慢慢的，就算旅游淡季，别家的生意都很惨淡，可是他的蛇酒店却一直红火着。但是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，楚建军是不开门的，他要上山抓蛇。四川的山多，由于气候湿润，山上的植被也很茂密，蛇也很多。楚建军有一手祖传的抓蛇技术，每次上山都会抓回很多。可是那天也是奇怪了，楚建军在山上转悠了大半天，就愣是一条蛇也没见到，好像这山上的蛇知道他要来，都故意躲起来了一样。楚建军会采蛇道，对着山上几处大的蛇穴也是门清。可是这一天把几处蛇穴和蛇道都找遍了，也没见到蛇的影子。心里想，难道今天是遇到了蛇仙日？眼看着天就要黑了，
楚建军也只好两手空空的打道回府了。可就在这时，却突然听到身后的草丛里有蛇爬过的声音。老楚马上就跑了过去，果然在草丛里的一座墓碑下抓到了一条蛇，个头还不小。不过抓蛇的地方正是一处乱葬岗。老楚刚把那条蛇装进了袋子，就听到身后传来了许多蛇爬动的声音。老楚四下一找，发现在这乱葬岗的几处墓碑下面有几处很大的蛇穴，蛇都喜欢抱团。据他的经验，这下面的蛇绝对不会是个小数目，这下可算捞着了。楚建军用自己配的蛇药，把那些蛇穴里的蛇都熏了出来，干净利落，一插一条，转眼间就抓了很多。可是这处乱葬岗的蛇就像抓不完一样，抓住多少就又跑出来多少。老楚忙得不亦乐乎，慢慢的天就黑了下来。等到天要黑下来了，老楚才停下手。而这时他已经满满的抓了一袋子，足有几十条。一边下山，他一边想着，这下足够自己用1个多月了。也暗记下了这处蛇穴。为了不耽误买酒，楚建军回到店里，当晚就开始了泡制蛇酒。可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这些蛇泡进酒里以后都不死。按说这酒精一拿，加上隔绝了空气，是必死无疑的呀。第二天一早，楚建军来到店里，发现蛇酒泡的颜色非常的纯正，说明就已经泡好了。可那些蛇依然没死，这下可把老楚愁坏了。酒是没问题，可这里面活着的蛇还在动，这酒可怎么卖呀？老楚的担心果然应验了，老主顾纷纷上门来买酒。可是看到在酒瓶里还在乱动的活蛇，谁也不敢买，任凭老楚说破了嘴皮子也没用。大家都觉得这还没死的蛇，万一有毒可咋办？虽然蛇毒也很珍贵，但也不是这么喝下去的呀，岂不是找死？老楚见大家都不敢买，心里着急，就把大家都叫过来做个见证，他自己来喝，好让大家放心。老楚当着大家的面把酒坛打开，用酒蹄打了满满一提蛇酒，当着所有人的面喝了下去，以此向众人说明他的酒没有问题。可是大家还是没人敢买，毕竟这还在乱动的蛇看着有些吓人。慢慢的，楚建军的蛇酒店买卖一天天惨淡了下去。老楚是干着急，没有办法，而那些蛇也是诡异，泡了这么长的时间，依然还是不死，大家也都觉得可怕，不敢买，他的生意就更加的差了。随着生意的惨淡，老楚的身体也莫名其妙的越来越消瘦了起来。但是他还在坚持喝着他自己泡制的蛇酒，除了身体消瘦的越来越厉害，脸色也显出了暗淡的灰色，到后来整个人都脱了相，谁见到都会吃一惊。慢慢的，老楚的病情越来越严重，不知什么原因，身体开始一层层的脱皮，几层老皮退掉以后，露出了里面鲜红的嫩肉，样子十分的恐怖。后来脱皮开始蔓延到了全身，每一处皮肤都在脱落，那份痛苦折磨的楚建军如恶鬼一样。楚建军来到了市里的皮肤病医院，找了最好的专家，可在医院里住了1个多月的院，病情没有一点好转，连病因都没查出来。楚建军心里明白，这肯定跟自己喝的那些活蛇酒有关系。看着束手无策的医生，老楚决定不能再在医院耗下去了，要自己想办法。第二天，他就偷跑出了医院，找到了这里最有名算命先生，把自己遇到的情况都跟先生说了一遍。那算命先生也就连说老楚胆子大，那些坟墓里的蛇都是碰不得的，让楚建军赶紧按照他说的去处理。楚建军按照算命先生说的话，挑了一个没有太阳的天，来到山上的那块坟地，把自己店里所有的活蛇酒都倒了出来，那些蛇也都放了出来。那些蛇到了这里，一点没有了萎靡的样子，显得特别精神，迅速地钻进了那些墓碑底下的蛇穴里。老楚又按照规矩祭奠了蛇王。楚建军虽然好了，但却留下了满身的伤疤。他现在还在那里买酒，但都是药酒，再也没有卖过蛇酒。事情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的山东省枣庄市微山县微山岛的后沟村。这是一个四面环水的湖中心小岛，那时还没有什么旅游业，全岛的居民都靠着在微山湖上捕鱼为生。在盛夏的季节，村民胡刚一大早驾着小船进入湖区打鱼。可这整整一上午也奇怪了，
撒了很多网，却没拉上几条鱼来。快接近中午了，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湖面，稍大点的鱼都会钻到水下的芦苇荡里，更是不会落网。接连着几网都是些小鱼和杂物，让胡刚很是上火，决定把船再往里走一段，再没鱼就干脆回家睡觉。胡刚把渔网收上来，心里一阵的急躁。要不是自己的儿子要去县里读书需要钱，自己也不愿意顶着大太阳出来遭罪。胡刚无奈，只能将船划向了湖深处。微山湖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，横跨了2个省。平时像他这种小木船根本不会往里面走，那天也是没办法，一张大网撒了下去。胡刚马上就觉得网下传来了剧烈的抖动，似乎把到了大东西。胡刚一试渔网传来的分量，心里就是一喜，看来这次真的可以满载而归了。心里一高兴，力气也来了。那沉重的渔网被他从水下拖出了水面，可随着渔网里的东西慢慢露出水面，胡刚的脸色却沉了下来，因为那网里的东西，胡刚这个在湖上打了半辈子鱼的渔民也从没见过。那渔网里竟然是一个浑身绿色的东西，正在网里不停地挣扎着。那东西长得很奇怪，一身疙疙瘩瘩的绿皮，一双眼睛是黄色的，满口的獠牙，很是可怕。那家伙浑身布满粘液，锋利的爪子上还长着蹼，看来常年生活在水中。这东西胡刚虽然没见过，可却听老人们说过，学名他忘了，光记得大家叫他水妖。只要见到这东西就会很邪门。据老人说，这东西在水下吃鱼虾很厉害，只要一出现这一片的水域，鱼虾都会绝迹。看来今天自己没有收获，都是这东西害的。胡刚知道这东西不能再放回水里，就把它裹上渔网，扛回了村。胡刚打到水妖的事，很快惊动了这个本不是很大的小渔村，所有村民基本都跑了出来，想看看这传说中的水妖到底长什么样子。而此时，胡刚已经把这个水妖绑在了村中间的老槐树上。那水妖狰狞恐怖的样子，也的确让这个平静的小渔村村民吃惊。而这时，村里年龄最大的赵老爷子也闻讯赶了过来。他见胡刚正拿着一把刀要宰了这个水妖，吓得赶快拦下了他。赵老爷子说，这个东西自古就有，直接把它杀了会遭来祸端，只能按照老人们传下来的办法处理它。但那办法却有些麻烦，按老人们传下来的，这个东西要在太阳下暴晒7天，等它散尽了力气，才能用石头棺材装好，深深的埋了，并且还要请人来超度。胡刚本来这一上午被水妖害得没有收获，就憋了一肚子气，哪能听赵老头那么麻烦的去处理这个害人的东西。推开老头，就给了那东西一刀，这一刀扎在了那东西的胳膊上，流出了许多暗红色的液体，好像是那东西的血，并且传出了一阵阵恶臭。那种恶臭无法用语言来形容，非常的难闻，让人感觉到一阵阵眩晕，似乎有毒。胡刚被熏得头晕脑胀，也没接着动手，跟大家一样远远地逃开了。正在这时，有人发现那东西突然不动了，像是死掉了。按说胳膊上的一个小伤口不至于致命啊。赵老爷子想起老辈人说起的，这种东西气性很大，失去自由后很快就会被活活气死。既然水妖死了，说别的也晚了。赵老爷子就劝胡刚找个石匠打口石头棺材把它埋了，再烧些纸，尽量别让它缠上。可再让胡刚为这个可恶的东西花钱，又怎么可能？胡刚拖着那个死去的水妖往村后的土沟里一扔，就回了家。本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，可没想到过了没几天，胡刚家就出了事。自从抓到那个水妖，村民们接连几天都捕不到鱼，胡刚也只能在家里捕渔网。一天，胡刚的老婆把他叫进了屋，原来胡刚的儿子这天一直在哭闹，老婆哄了一上午也没哄好，就跟胡刚商量着要不要带着去诊所看看。胡刚看着儿子不像是病了，更像是疼的，所以跟老婆给儿子脱了衣服查看。这一看还真的有了发现，原来在儿子的手臂上竟然莫名其妙地出现了一处溃烂，那创口非常的深，几乎快烂到骨头了。夫妻两个看到儿子溃烂的地方都是一惊，昨晚儿子睡觉的时候明明还没有，是什么毒疮能在一晚上的时间
烂到这么严重，照着这溃烂速度，用不了多久，儿子的命还能保住吗？而且儿子的伤口一阵阵散发着恶臭，那令人作呕的味道，让胡刚想起了前几天的那个水妖。难道真的像赵老头说的那样，这是那个水妖的诅咒？儿子的安危在胡刚心里可比什么都重要，他也顾不上面子了，马上跑到了赵老爷子家，跟老头一说自己儿子的情况，赵老头就叹了口气。原来据老辈人讲，那个水妖是个上古的妖兽，叫做长幼，助灾祸，谁要是伤害了他，便会受到他的诅咒，十分的邪门。胡刚一阵的哀求，赵老头仔细回忆了半天，才想起一个办法，但是否管用，他也不敢保证。按照赵老头回忆的老辈人办法，胡刚跑到村后的土沟里找到了那个水妖的骨头，然后用刀划开了自己右手的掌心，把自己的血滴到了那东西的头盖骨上，而且要连续滴7天。赵老头说，7天后不管这头盖骨上长出什么东西，拿回家捣烂，敷在伤口上就会好。但要是什么也没长出来，那他儿子就必死无疑了。转眼间7天过去了，胡刚提心吊胆地来到土沟那里观看，可没想到那头盖骨里真的长出了一朵很奇怪的小花。那朵小花胡刚从没见过，紫红色的叶茎，血红色的花朵，散发着一种很难形容的腥味。胡刚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拿回家就捣烂给儿子敷上了。果然没过2天，儿子的病就全好了。这一下胡刚是彻底的信服了，找人做好了石头棺材，重新收敛了水妖的尸骨，又在埋葬的地方搭了一个小庙，烧了很多的纸，算是为他超度。
1999年，我大学毕业，来到了山区的瑶寨，做了一名支教老师。在那里，我见到了很多古老而神秘的传统和习俗。山区的日子很是辛苦，没有手机，没有网络，但是有了孩子们的陪伴，还是让我的生活很充实。但是每当太阳落山，孩子们都放学以后，独自住在学校的我，还是有些寂寞。一天晚上，我想去山下的村里买些日用品，走在山间的小路上，突然林子里的鸟被惊飞起来，似乎受到了惊吓。突然，我身后的路上传来了踏踏的脚步声音，似乎有许多人正从路上行进。那个声音越来越近，可我回过头来，山路之上却空空如也。我在想，是不是我幻听了，或是把风声当成了脚步声？可是那个踏踏的声音却声声入耳，越来越近。我再次回头，却看到一群人由远而近走来，那是一队身穿藤甲的士兵。当他们从我身边经过，看清他们的面目，我的血瞬间凉了。但是能看出他们都不是活人，更像从地府走出的鬼魂，一列列走来，看不到尽头。他们从我身边走过，阵阵阴风逼得我蜷缩在了路边，那踏踏的声音越来越刺耳，我实在受不了，大叫了起来。我大叫了一声以后，突然所有的声音都停了下来，四周死一般的寂静更加让人毛骨悚然。我惊恐地抬头一看，那些士兵都停了下来，似乎发现了我，他们的眼光全部死定定地看着我。我似乎瞬间失去了意识。当我再次醒来，我已经躺在了姚民的家里。他们向我说了他们救我的过程。昨天晚上，他们正在山上打猎，突然看到了山路上的鬼军。按照姚民的风俗，遇见鬼怪都要跪地求大地保佑的。可是其中一个好奇的姚民，在那猎鬼军的队伍里看到了我的身影。我正跟在鬼军的队伍里，随着部队向前走着。他们知道，这样我可能永远也回不来了，死在这茫茫的大山之中。由于姚民感谢我教他们的孩子学习文化，不忍心我就这样死去，所以他们把打猎的土枪都装填了火药。顿时响亮的枪声在林子里响了起来。深夜里寂静的山路之上，响亮的枪声震动了整个瑶乡，而那些阴兵也慢慢消失了，只剩下我一人慢慢瘫软了下来。我被救了以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后来听当地人说，那里时常会有异象发生，至于是因为天气还是地势所形成的，就不得而知了。在那里支教了2年，我离开了瑶寨，我忘不了那里秀美的山色、淳朴的山民、可爱的孩子，还有那些古老神秘的乡俗。事情发生在2014年的天津市塘沽区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，是我朋友的亲身经历。我的朋友姓宋，在这里就叫老宋吧。老宋混得不错，是国家某机关的驻外人员，常年在美国工作，几乎半年才能轮到1次年假，回1次家才能见到老婆和儿子。他的儿子小帅那时候只有10岁，才刚上3年级。作为一个男孩，要半年多才能见1次爸爸，的确是件挺难过的事。老宋也是觉得心里内疚，每次回来都陪着孩子玩，也从不忘精挑细选的给儿子带他喜欢的礼物。那年老宋回家，给儿子带回来一个小丑的玩偶，那是老宋在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店铺里特意为儿子挑的礼物。话说老宋的儿子小帅也是个很奇怪的孩子，其他同龄的男孩子都喜欢些汽车、刀枪之类的玩具，可他偏偏喜欢这些各类的人偶。这个长相好笑、做工精致的小丑让他简直爱不释手。自从得了这个小丑的玩偶之后，小帅几乎天天在卧室里摆弄，完全当成了珍宝。看着儿子喜欢，老宋心里那个高兴啊，觉得自己平时陪孩子时间少，这样总算是种补偿吧。老宋那一次在老家待了10天，就又匆匆的走了，直到春节前后才又回来。不过这一次回来，老宋发现只有老婆一个人出来迎接自己，最思念的儿子都没见到人影。老宋早就想儿子了，刚放下行李就问起老婆小帅去了哪里，可没想到老婆却跟他说，儿子小帅最近很反常。原来自从上次老宋走了以后，儿子小帅几乎像变了个人，每天都不出屋子，也不和别人交流，每天拿着那个小丑玩偶自言自语。他老婆觉得不对，
带着小帅去医院做了检查，也没查出什么问题。医生只是分析，可能由于父亲不在身边，与单亲家庭的孩子一样，产生了自闭情绪。老宋一听也有些意外，不过那时候他并不太相信。儿子小帅他还是了解的，一直都挺健康的。可老宋进了儿子卧室后，跟儿子说了好几句话，小帅都没理他。老宋就轻轻地拍了一下儿子的肩膀，可他没想到，手刚刚碰到小帅，小帅就猛地转过了头，眉毛直立，大张着嘴巴朝着老宋大叫。此时的小帅整个人都消瘦了一圈，眼圈深陷，加上脸上因为发怒而扭曲的五官，完全出乎了老宋的意料。看着儿子这个样子，老宋心里跟刀割一样，非常的内疚。他想着自己现在回来了，就跟儿子好好沟通一下，多陪陪儿子。老宋把小帅手里的小丑玩偶拿到了自己手里，想跟孩子玩一会他最爱玩的游戏。可没想到，小帅突然浑身颤抖了起来，朝着老宋歇斯底里的得大叫起来。这一嗓子可把老宋吓得不轻，他从没见过儿子这个样子，那张小脸扭曲得像个狰狞的野兽，眼睛充血，布满了血丝。老宋的老婆忙拉住了老宋。原来这半年后，小帅天天跟那个小丑说话，当妈的也几次想抢下来，可每次都跟今天的情况一样。这时老宋才真正紧张起来，儿子这样子的确像是得了心理疾病。两口子下定决心，明天要带儿子去做个全面的心理咨询检查。可没想到，当天晚上就出了一件更加诡异的事。半夜的时候，老宋的老婆起夜去上厕所，可走过客厅时，听见厨房里发出一阵奇怪的声音，还有个黑影在晃动。他打开厨房门一看，竟然看到儿子小帅正蹲在冰箱前吃东西。刚开始他还挺高兴，孩子这大半年都不正经吃饭了，这突然自己主动找东西吃，是不是饿了？可没想到，小帅一转过头，他看到小帅居然在啃一块带血的生肉。大晚上看到这诡异的一幕，把老宋的老婆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那小帅此时的样子更可怕，他把那块肉上的血水都摸到了眼睛和嘴巴上，那样子活像一个恐怖的小丑，呲着牙不断地向妈妈靠近。这时候老宋听见老婆的尖叫，跑了过来，一把抱住了小帅。被老宋牢牢抱住的小帅并不老实，不断的拳打脚踢，一直朝着他们两口子使劲，看那样子竟然像是要吃人。老宋实在沉不住气了，第二天一大早就托人找到了全市最有名的心理专家。专家一看小帅那狂躁的样子，也没有更好的办法，注射了些安定药物，让孩子先镇静了下来，然后才详细的问起了老宋孩子患病的原因。但那个专家也分析着跟孩子缺少父爱有直接的关系，这弄得老宋更加的内疚了。老宋在跟那专家说起自己与孩子的情况时，提起了那个美国的小丑玩偶，本来无意中提到的，可没想到那专家却似乎很感兴趣。没想到那个专家看了半天，却问起了这玩偶的产地，而专家是老宋的战友介绍的，算是熟人，一眼就看出了玩偶的问题，也没避讳。那专家也不隐瞒，说起了他对这玩偶的了解。原来这种玩偶是墨西哥的土人制作的，用的材料几乎都是用真人的皮肤头发来完成的。这种玩偶是墨西哥的土人用来寄养死去之人灵魂的东西，特别是夭折孩子的灵魂。这种东西当地的土人都是挂在树上或是墓地之中的，根本不会让孩子玩，因为这种东西与人接触久了会吸人的生气，变成一种恶灵，而这种恶灵慢慢会变得嗜血。有许多当地的黑法师会利用这种恶灵来做一种召唤恶魔的法事。老宋听完那专家说的，身上瞬间起了一层毛粒子，他万没想到自己会给儿子买了这么个东西，可又立马紧张了起来，觉得专家懂这么多，一定知道救儿子的办法。可没想到专家并不是巫师，也并不知道怎么来破解。不过专家也实在提出了一些自己的分析。老宋觉得专家说的还是有道理的，眼见着自己买的东西把儿子害成这样，心里升起一股怨气。老宋决定按照自己的方法处理这个邪恶的小丑玩偶。他在半夜的时候
找了个公园的空地，往那个小丑身上倒了一些汽油。老宋也不知道这办法管不管用，可为了救儿子，也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。点燃了一根火柴，就扔了下去。小丑玩偶很快被点着了，一阵噼里啪啦的燃烧后，老宋闻到了一股臭味，那臭味就像是动物被烧焦了一样，非常的刺鼻。10几分钟后，小丑玩偶就变成了一堆黑色的粉末。这事就这么过去了。小帅在医院住了几天，出院后脸色慢慢的好了起来，又变成了一个活泼开朗的小男孩。老宋是以辞职相逼，最终领导同意把他调回了国内工作。虽然赚的没有以前多，但能天天陪在家人身边，他觉得1999年，我大学毕业，来到了山区的瑶寨，做了一名支教老师。在那里，我见到了很多古老而神秘的传统和习俗。山区的日子很是辛苦，没有手机，没有网络，但是有了孩子们的陪伴，还是让我的生活很充实。但是每当太阳落山，孩子们都放学以后，独自住在学校的我，还是有些寂寞。一天晚上，我想去山下的村里买些日用品，走在山间的小路上，突然林子里的鸟被惊飞起来，似乎受到了惊吓。突然，我身后的路上传来了踏踏的脚步声音，似乎有许多人正从路上行进。那个声音越来越近，可我回过头来，山路之上却空空如也。我在想，是不是我幻听了？
或是把风声当成了脚步声。可是那个踏踏的声音却声声入耳，越来越近。我再次回头，却看到一群人由远而近走来。那是一队身穿藤甲的士兵。当他们从我身边经过，看清他们的面目，我的血瞬间凉了。但是能看出他们都不是活人，更像从地府走出的鬼魂，一列列走来，看不到尽头。他们从我身边走过，阵阵阴风逼得我蜷缩在了陆地。那踏踏的声音越来越刺耳，我实在受不了，大叫了起来。我大叫了一声以后，突然所有的声音都停了下来，四周死一般的寂静更加让人毛骨悚然。我惊恐地抬头一看，那些士兵都停了下来，似乎发现了我，他们的眼光全部死定定地看着我。我似乎瞬间失去了意识。当我再次醒来，我已经躺在了姚民的家里。他们向我说了他们救我的过程。昨天晚上，他们正在山上打猎，突然看到了山路上的鬼军。按照姚民的风俗，遇见鬼怪都要跪地求大地保佑的。可是其中一个好奇的姚民，在那列鬼军的队伍里看到了我的身影。我正跟在鬼军的队伍里，随着部队向前走着。他们知道，这样我可能永远也回不来了，死在这茫茫的大山之中。由于姚民感谢我教他们的孩子学习文化，不忍心我就这样死去，所以他们把打猎的土枪都装填了火药。顿时响亮的枪声在林子里响了起来。深夜里寂静的山路之上，响亮的枪声震动了整个瑶乡，而那些阴兵也慢慢消失了，只剩下我一人慢慢瘫软了下来。我被救了以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后来听当地人说，那里时常会有异象发生，至于是因为天气还是地势所形成的，就不得而知了。在那里支教了2年，我离开了瑶寨，我忘不了那里秀美的山色、淳朴的山民、可爱的孩子，还有那些古老神秘的乡俗。